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从北京地铁到大学生电影节，34岁肖战藏不住了。最狠的不是脸是手段，同样是流量顶到天花板。有的人忙着塌房洗白，有的人默不吭声闷头尝本事。说实话，放到这2年这堆糊的一批的瓜里一对比，34岁的肖战活成了一个挺罕见的样本。我先说个最近身边的小细节。上周在北京地铁10号线，我旁边俩上班族姑娘刷手机刷到肖战大学生电影节的获奖视频，戴着耳机还得捂着嘴笑，一个说他现在是真有那味儿了，另一个直接来句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偶像小孩了。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，这句话其实挺扎心也挺真实。而所谓有那味儿了，你要真往细里掰扯，就是他这2年悄没声完成的身份置换，从流量粉头上的爱豆挪到了演员、歌手、国民面孔的那一列。尤其2026年这个5月，信息拉一串，看着都晕。前脚得闲紧致离眼前功莫得闲，拿了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，直接成了这个奖33年里头第一位90后。后脚歌又被听见中国听见你点名，岁岁年年挤进年度优秀歌曲名单。这节奏，说句玩笑话，比有些人发自拍都勤快。有人老爱说，流量不就那点儿东西吗？长得好看上镜就行。这种话听着挺轻巧，但你看肖战身上就是个反例。他长相确实在线，这点没啥可遮遮掩掩的。今年开年刊那次封面，4季流转4套造型，白衬衫配印花裤那套。我身边做时装编辑的朋友直接原话，这种干净脸加比例，穿啥都像品牌样衣。但问题是，这玩意儿多半只能当起点，不是免死金牌。那个封面卖到什么程度？网上数据你们都看过，1小时限量预售，刚上就售罄。平台直接卡成 PPT， 国内粉丝抢完，海外粉丝接力全球代购。我有个在新加坡的读者还发截图跟我吐槽，抢本杂志跟抢机票似的。时尚圈给出的反馈很直接，这人不仅带货，还能带着杂志数据一起起飞。这在纸媒大环境这么难的时候，挺少见。而我觉得吧，比流量更狠的是他把好看这事儿踩在脚底下当工具用。你看得闲紧致里那个莫德贤，顶着一张本来能走男主剧抬头杀的脸，愣是被糊成了一个底层小人物，鬓角乱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身上是看得出油污和汗味的那种功夫。我在影院里看他那个战友牺牲的段落，老实说挺难受的。他整个人缩在废墟里，身子僵那劲儿，一看就是恐惧咬死在骨头缝里的。导演孔生后来接受采访说，那一滴从左眼流下来的泪，其实是他演到忘了自己时自然掉下来的，混着血和泥，镜头不切，直接用。我当时心里就骂了句，这也太狠了。大学生电影节给他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，别看奖名听着挺温柔，这个奖的评委最不吃那一套粉丝控评、数据灌水的。33年里头第一位90后拿到这个奖，背后意思挺简单，在一帮眼睛特尖、审美特挑剔的年轻观众那儿，他这回是真过关了。而台上他穿一身黑丝绒西装，人站那儿挺直，镜头一拉近，那种不夸张的仪态很稳。红毯结束之后，无修生图到处飞，我看评论笑死。一堆人说这股香太犯规了，这才是男明星该有的状态。话说回来，要是只靠脸，他也挨不过前几年的那波舆论暴风雨。娱乐圈这个地儿，火到他这级别的，哪有不挨骂的？去年3月21号那出和女经纪人年上恋的瓜，大家还记得吧？
网上突然冒出肖战和经纪人张晶同行的照片。同天某媒体给了个遮遮掩掩的插画，暗戳戳画一个30多岁的男顶流和女经纪人谈恋爱。一堆网友一对号，年龄对上了，性别对上了，姐弟设定也对上了。话题被送上热搜不说，还给张晶整成了姐圈新晋情敌。我就纳闷了，俩人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从2017年一路拉扯着他从小透明走到顶流，这点工作默契到了一些人眼里，就只能翻译成恋爱证据。肖战那边打假小队当天直接发文说人家现在单身，和经纪人就是工作关系。熟悉这圈的人都知道，经纪人跟艺人出现在一个画面里不只是常态，有时候简直是长期驻扎。可一到流量这儿，正常工作场景就能让人放大解读成8点档爱情线，我真是醉了。但是你看他应对这种东西的方式，基本就是一个路数，不炒、不演、不借势炒，发个澄清，继续干活。对比某些动不动就上综艺哭诉、拍 vlog 自证真诚，那种我受了太多委屈的剧情，他这个处理方式，说的好听点是冷静，说直白点就是懒得跟你耗。而这种不配合剧情的态度，在信息极度过载的时代，很容易给人一种反差，这人好像把精力都砸在作品上了。作品上用功这事儿，不是1-2年突然冒出来的。往前翻，2019年参加音乐综艺，和那英唱《绿光》，原本孙燕姿版本是清爽流行，他俩舞台改成电音舞曲。肖战把所有英文 rap 改成中文，节奏稳，咬字清，他边唱边跳，那英在旁边一开口，两种声线对撞，舞台瞬间有记忆点。我记得那期播完，弹幕一片没想到他唱跳还挺稳，这人歌手感也在。说到底，这种东西你装不来，你一张嘴，观众就知道你有没有在排练房里掉过汗。再往前一点，他参加选秀那会儿，其实挺迷糊。龙丹妮当评委的时候，公开说他眼神飘忽，不聚焦，这评价可不算轻。这种话放很多年轻人身上，分分钟就自闭了。而舒淇那时候当导师，没有在镜头前当场鼓励式教育，而是私下给他开小灶，盯着灯泡，盯着烛光练眼神，对着镜子练表情、走位、情绪节奏。你说这画面要是放短视频平台上，立马就能做成过气爱豆的自我修行系列。可人家压根没拿这个当人设卖惨，就是扎扎实实照着练。练完有没有用，看作品就知道。骄阳伴我里和王林演母子，盛阳那场和妈妈为了姐弟恋吵架，我相信不少人是被那一声好我走直接破防的。他从一开始忍着火气讲道理，到被质问你有能力给人家未来吗？那一瞬间，眼眶立马红了。所有年轻人的自尊、倔强、不服，就集中在那种咬着牙不掉泪的状态里。关门被赶出去，背影还挺着，但肩膀那点微微绷着的弧度，一看就知道这孩子其实心里塌了。晚上回家那句妈，我错了，我印象特深。他低着头，声音是那种带哭腔又想忍住的，眼泪一上来，肩膀跟着抖。人一下变成了闯祸的小孩。王林后来在2024年9月的采访里点名夸他，说自己特欣赏这个年轻演员，拍戏从不叫苦，也不端架子，为人谦和。圈里人互夸有时候确实有客套成分，但你去看他们那部戏里的对手戏就知道，这不是场外彩虹屁，是实打实在戏里摸出来的默契。而演戏之外，他还在音乐上布局。2025年中秋那首《岁岁年年》是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 TME 做的企划，主题就是四季流转和团圆。这个歌你从制作看就知道不简单，编曲不炫技，旋律很耐听。
肖战在北京台春晚上唱的时候，主歌那一段压得很低，像贴耳说话，副歌往上一推，突然打开，情绪就上来了。很多人评论说，这是国泰民安的具象化，我听完的感觉也差不多，就是那种你下班挤完地铁，晚上刷手机突然刷到，会莫名松一口气的歌。2026年5月14号，听见中国，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公布2025年度优秀歌曲名单，岁岁年年在列。这个活动规格很高，中宣部文艺局、中国音协来主办。说白了，这是对一首歌在创作、演唱上都认可才会点名。一个人同时在电影节拿了大学生选出来的男演员荣誉，又在官方音乐活动里刷存在感，这种影视音乐双压，放现在的内娱男艺人里真不算多见。我就老琢磨一个事儿，为啥风头越大，他反而越稳？一方面当然是团队和经纪人张晶这条线打理得很细，合作这么多年，该挡的挡，该澄清的澄清，不蹭不造，不把观众当傻子。而另一方面，我更看重的是，他似乎始终知道自己图什么，不是只图个红得快，而是要站得久。这2年他露面的场合，要么是作品要上映，要么是正儿八经的活动。平时社交平台也不乱发乱互动，你说反流量吧也不是，就是有点老派。身在娱乐圈，很多人一红就开始试图往上跨级，接几个大 IP， 缠着几位导演，拍点看上去体量大的剧。肖战现在的路线有点像在修高铁轨道，钳工莫德贤这样的工人角色演到筋肉里，亲情戏压到生活细节里。音乐作品往大众审美倾斜，不搞那种只有粉圈能听懂的暗号歌曲。这条路走得不花哨，但往后拉时间线，你会发现每一步都不白走。说到底，观众心里门清得很，谁是真在进步，谁是在炒冷饭，谁靠热搜续命，谁靠作品说话，大家一翻手机，一扫平台就有答案。肖战这34岁，影帝头衔刚落袋，歌又拿了官方认可，外形依旧能打，人前人后还算干净，这个组合在现在的舆论环境里，其实挺稀缺。娱乐圈不缺一时的烟花，缺的是这种能熬得住、能走得远的慢热型顶流。至于以后他还能走多远，我也不能给谁打保票，我又不是神算子。但有一点挺让人期待，如果一个被定义为顶流的人，靠的是扎扎实实精进的演技，稳得住的嗓子，守得住的边界感，那观众手里的那张收视投票权，说不定也能被用得更值当一点儿。至于那些天天琢磨怎么搞大新闻的同行，就别总盯着他什么时候翻车了，多抬头看看人家怎么走正路的，可能更有用。